我本是全国千亿富豪之子，因父母一场意外车祸双双离世，而我也成为有钱人世人眼中的笑柄，公司也面临破产倒闭，妹妹更是病痛缠身，医生说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，于是我不得不到天上人间会所当起了少爷。为了给妹妹挣钱，我不惜打30份工作。这天刘小姐点了一群男模陪她喝酒，却只让我在一旁唱歌助兴。下班后，可这病娇小姐竟然给我打来语音，让我给她唱歌到天亮，一晚上给我5000块钱。为了妹妹的医药费，我咬咬牙答应了她这个奇怪的请求。但是当面临我和腾腾的2选1时，她却毫不犹豫地把我删了。她说我只是给她唱歌助眠的替代品。刘小姐第一次光临天上人间，就看上了腾腾，她选了腾腾陪她喝酒，却又点了我在一边唱歌给她助兴。她在包厢跟腾腾表白：“腾腾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？”腾腾拒绝了，谢谢刘小姐厚爱，但我只能陪你喝酒。他俩在那边情情爱爱，而我只能在角落给他们唱歌助兴，像个配角。唱的是《富士山下》，刘小姐点的歌。唱完一遍，刘小姐又转过头来吩咐我，别换歌就唱这个，一直单曲循环。我心里叫苦不迭，不知道她为啥这么钟爱《富士山下》。刘小姐和腾腾又拉扯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她还是失去了耐心。好，你只喝酒是吧？那今天你就给我喝个够。她指着桌上几排子弹杯里的酒，对腾腾说道：“我看你有多能喝，喝一杯我给你1000小费。”我在一旁听了，不禁眼前一亮，这等好事怎么轮不到我？我也想喝酒啊，一杯1000块，这泼天的富贵啊！腾腾显然也是这么想的，一声不吭开始喝起来。喝到第10杯的时候，他扛不住了，捂住嘴出去吐了。刘小姐则是翘着2郎腿靠在沙发上，一脸不爽。我小心翼翼地凑过去，柳姐，我替腾腾喝行不行？我只要500一杯。刘小姐看都不看我，滚去继续唱你的歌，别停！腾腾吐完回来，豁出命去喝，最后喝了20几杯，拿了2万多的小费。而我唱了几十遍的《富士山下》，嗓子都唱哑了，最后也就拿到1000多小费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一连几天，柳小姐都来找腾腾作陪，每次都消费过万。然而即使如此重金砸下，腾腾依旧不答应做她男朋友。之后刘小姐就突然不来了，似乎是放弃了。我打趣道：“腾腾，你真的让人家小姑娘伤心了呀？”腾腾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给自己打上粉底，无所谓，我客户多，反正多他一个不多，少他一个不少。呦呦呦，真是凡尔赛啊！不过腾腾确实有凡尔赛的资本，他不仅长得很帅，还会化妆，平时都一副高冷的样子，很吸引那些女客户。这天凌晨，我回到家，累得恨不得倒头就睡。这时有人给我打语音，我一看居然是刘小姐，她的声音糯糯的：“我睡不着，你给我唱歌吧，我给你钱。”我愣了一瞬，还有这操作？不过她说会给钱，我便答应了。好的，柳小姐想听什么歌？富士山下。我眉头一皱，又是这歌。她对这首歌到底有什么执念啊？难道她是陈老师的死忠粉？不管了，唱吧，只要钱到位，金主的要求必须满足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没多久我一曲就唱完了。可接着她吩咐到续唱，不要停，唱到我睡着了也不要停，这也太过分了。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么使啊！我正想拒绝，她却转来了2000块。如果我睡醒的时候还能听到你在唱歌，再给你加3000。我咂巴一下嘴唇，默默收下了转账。这收入可比得上我在天上人间唱好多天了。为了这5000块钱，我一遍遍地唱下去，都快给我唱吐了。不知唱了多少遍，外边的天已经微亮。手机那头再次传来她的声音：“可以了，我醒了，你不用唱了。”苍天在上，我终于解脱了。挂断之后，柳小姐给我转来3000块，我睡得很舒服，谢谢你。看到此话，我不禁心里一暖，同时忍不住同情她，因为她的腾腾其实已经被一个40多的女老板包了。平时女老板没空，她就在天上人间上班；如果女老板有空，她就去陪老板，两头都赚钱，已经攒下上百万了。她的目标是早日凑够钱全款买一套房，这样目标明确的男人岂会看得上刘小姐这样的小女生？我还问过她，刘小姐年轻漂亮，经济状况也很好，又这么喜欢你，你真的不考虑跟她在一起吗？腾腾给自己点了一根烟，说道：“我都在圈里混了几年了，以我的经验，刘小姐这种小姑娘根本不算有钱人，只是拿着父母给的一点零花钱来耍耍。你看她现在花完钱了，这几天都不来了。”说完，腾腾吐出烟雾，精致的脸上流露出沧桑之感。我也没跟腾腾透露柳小姐的情况，她其实还有钱得很，这几日天天在凌晨打语音给我，让我给她唱《富士山下》，唱之前给2000，唱到她醒来再给3000，听起来很挣钱，但其实很辛苦。我已经通宵了好几天了，都不知道我怎么熬过来的。有时候困得不行，我就狠狠掐我大腿，没办法，都是为了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挣钱机会。1个月后，我给医生转去一笔钱，妹妹的病情如何了？医生习惯性的叹了口气，情绪有点低落，还是不行。医院说要换进口药，这就需要花更多的钱，这也意味着我得更拼命去赚钱。我开始接一些应酬的活，陪客户去玩或出席一些聚会，能收一些外快。晚上在天上人间坐班唱歌，凌晨回到家还要给刘小姐唱歌，给她助眠。就这么过了半个月，我攒了不少钱，但是也累得不行，基本上一有空我就忍不住犯困。这天晚上天上人间来了个新客人，很大方，叫了我们好几个少爷去陪酒和唱歌。他说喝一杯酒奖励888块。我一听到这话，瞬间就不困了。我和其他几个哥们开始抢酒喝，跟饿狼扑食一般，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喝得不省人事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快中午了。不好，富士山下！我猛地坐起来，我打开微信一看，刘小姐从凌晨到早上一晚上给我发了一堆信息，语音也打了10几次。我连忙给她回信息：对不起，刘姐，我昨晚喝断片了，直接睡过去了，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。过了很久，刘小姐才回复我：人家给你多少小费让你
你喝成这样。我眉头一皱，感觉他是话里有话。我小心的回复他，没办法呀，我的工作就这样。我捂脸笑哭，可他又追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一行？我回复，我需要很多钱啊。听完他似乎很生气，又或者是在嘲笑我，我无言以对，只能回复一个微笑表情。结束对话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到了凌晨，他又给我打来语音，而且一上来就向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昨晚失眠了，所以白天有点暴躁，说话有点难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有点小意外，毕竟做我们这行的，被他这种富家小姐看不起很正常。我跟他说，没事儿，你说的也没错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做这行的。对了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《富士山下》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到你的声音很像我爸爸，小时候我睡不着，我爸就喜欢唱这首歌来哄我睡觉。原来如此，原来这首歌是他的摇篮曲啊。他似乎每天都失眠，不得不听这首歌来给他助眠。爱有钱人的苦难我理解不了，我现在每天都困得不行，恨不得有时间睡他的3天3夜。那什么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有恋父心理吧？他笑了，我有点懵，我真没想到这一层放心好了，我没把你幻想成我爸，我只是很久没见到他了，所以听到你的声音就忍不住会想起他。他在哪里不知道，他出国了，手机号也换了，我已经找不到他了。他说的很平淡，但是我却能感受他的情绪。我不禁想到了我妹妹，她才18岁，跟刘小姐差不多大，她成绩很好，本应该是大好前程在等着她，结果刚上高3，她就突然病倒了，被医院确诊为白血病。那时我正在学校里备战明年的考研，得知妹妹病了之后，我焦急万分，根本没心思复习了，而是开始想办法搞钱。我做过一些兼职，但是来钱太慢了，一个月才1、2千块钱，我需要短时间挣很多钱，所以我进了天上人间。随后我就休学了，上班2个月，我就给家里赚了一笔钱。亲戚问我哪来的钱，我就说含糊其辞，说是兼职唱歌。我只想救妹妹的命，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。我一直像个挣钱机器一样活了大半年，而随着和刘小姐的接触，我麻木的心灵似乎松动了一些。刘小姐讲完她爸爸的事，我们都陷入了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问我，明天中午你有空吗？我想约你一起吃个饭。我心里有点激动，她竟然约我出去啊！但我很快就冷静下来，跟她说约我吃饭或参加活动得付小费的，这算啥姐有的是钱。她无所谓的说道。我这次赴约故意穿的朴素一点，像我在学校里的打扮 T 恤加牛仔裤，我不想穿的太华丽，这样就不会让她想起我在天上人间上班的样子。我们约在广场中央见面，她先到了，坐在花坛那里玩手机，修长的身材和精致的打扮让她鹤立鸡群，很显眼。我赶紧过去，刘小姐久等了吧？没事，我刚到。说着，她很自然地牵起我的手，拉着我在人流中穿梭。我略微低头看着她的背影，不由自主地想起妹妹，她小时候也爱这样牵着我的手在前面走，后来长大一点就害羞了，毕竟男女有别。再后来我就到外地上大学了，一年到头跟妹妹见面的时间就变少了。不过这小丫头之前还时常怂恿我去找女朋友，还说一定要比她漂亮，不然她就不同意。看着刘小姐，我忍不住幻想，如果女朋友是她，妹妹应该会同意吧？你打住打住，我打你想什么？你现在在工作，在挣钱，刘小姐是你的客户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刘小姐很有兴致，一直在跟我说各种各样的事，我听得很开心。但是她忽然话锋一转，博达，我跟你打听一下，腾程为什么一直不肯接受我？他跟你说过吗？我愣住了，原本愉悦的心情变得黯然，原来他还挂念着腾程啊！我心中莫名有点不爽，便直接跟他说了，我们会所有个超级 VIP 客户，是个姓林的女老板，你如果像她那么有钱，你就能抢走腾程。听完这话，刘小姐无奈一笑，这次约会我一开始还挺开心的，后边便有点索然无味了。和她分开后，我回家补了会儿觉，起床洗漱一番，就去天上人间上班了。晚上10点，刘小姐突然出现在天上人间，但不巧的是，今天腾程陪林老板去了，不在这里。然而刘小姐却说，我今天让你作陪，我有点意外，不过她好歹也算是熟人了，陪她也挺好，小费给的也多。但是让我郁闷的是，她又让我一直唱富士山下，我最近每天从凌晨唱到天亮，都快唱吐了。没想到她专门跑来这里点我接着唱，我一遍遍地唱，她一杯杯的喝，不知不觉她就躺我大腿上。我低头看着她的侧脸，一道泪痕被包厢的闪光照亮，她哭了，哭着睡着了。那天之后，柳小姐再也没在凌晨打语音过来让我唱歌，我略感遗憾，毕竟这么久已经习惯了，而且她不来点歌，我的收入便直线下降了，每天少5000块钱呢。那晚在包厢里，她躺我腿上睡觉，算是我们近期内最后一次接触了。再次见到她，已经是1个月后了。她这天晚上再次光临天上人间，我激动地跟她打招呼，她却只是敷衍地嗯了一声，很是疏离。她点了腾程作陪，俩人在包厢里待到场子打烊。下班后，领班激动地跟我说，柳小姐今晚为腾程消费了10多万。出了天上人间大门，我看到了刘小姐和腾程，两人甜蜜地抱在一起，我看着很不舒服，便径直走开了。刘小姐注意到我看过来，我装作没看见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在休息间换衣服，正好腾程也在，他似乎心情不错，还主动跟我聊起来。柳小姐这人还挺好的，之前算我看走眼了。我笑问，难道比你的林老板还好吗？艾腾程叹了口气，林老板再好，毕竟他年龄摆在这儿，我们不可能结婚，最多陪他玩几年，腻了就散了。我继续问道，这么说腾程你决定要选择年轻的柳小姐了？是的，林老板给不了我名分，但刘小姐可以，我不像你那么年轻，我年龄已经不小了，该考虑以后了。腾程头脑很清醒，永远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。接下来几天，柳小姐经常来天上人间找腾程作陪，我看在眼里，心里总是酸酸的。不过既然她已经选择了腾程，那我就尽量忘掉她吧。很快我就把全部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上，由于心中带着一些情绪，我唱一些歌的时候也注入了情感进去，所以唱得越来越好了。
喜欢我的客户也渐渐多起来，尤其是上次说喝一杯酒就给888块钱小费的那个富婆丁姐，她才30岁左右的年纪，很有韵味，最主要是出手也很大方，很多同事都喜欢她。丁姐说我喝酒不要命，唱歌也富含感情，很对她胃口，我作陪会让她很开心。她打赏确实很大方，但是很爱灌我喝酒，最近几个晚上她都让我作陪，每次都喝得我中途要跑出去吐几回，我难受的不行。但是看到微信上的一个个转账记录，我便咬牙坚持下去。博达，你来这里就是要拼命挣钱的，别矫情。这天下班，我喝得头晕乎乎的，出天上人间的时候，差点摔在路边，正好碰到刘小姐，她一把扶住我。博达，你怎么喝成这样啊？还行吗？谢谢，我没事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？不用，我已经叫了车。别逞强了，你都喝成这样了，我不放心，我不耐烦了。趁着酒劲一把甩开她的手。柳小姐，你是腾城的客户，我们最好保持距离。OK， 这时我叫的车来了，我没理会刘小姐，自顾自地上了车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又被丁姐灌醉了，再一次喝到想吐，我跌跌撞撞去洗手间，不小心撞到了人，对我正想道歉，但是那人已经给了我一耳光，我瞬间清醒不少，抬头一看，那人竟是腾城。你特么没长眼睛吗？腾城眉头紧皱，满脸怒气。我有点懵，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，跟他关系还算可以，怎么不小心碰他一下就要打我耳光？喜欢装无辜是吧？他指着我鼻子大骂，有人告诉我，你昨晚在门口跟刘小姐拉拉扯扯。我正要解释，他不给我机会，接着说我刚刚趁他喝醉，看了看他微信，发现你们之前经常在凌晨打几个小时的语音，他还约你见过面行啊你。博达，之前我还觉得你老实单纯，没想到你心眼子挺多呀，懂不懂这里的规矩？你敢挖我的墙角，信不信我让经理把你扫地出门？我此刻难受的不行，脑子晕晕的，也没法跟他解释，我也不敢跟他闹，毕竟他是这里的头牌，老板和领班肯定向着他，怎么不说话？他不肯罢休，又甩了我一耳光，喝得挺开心啊，我这就来帮你醒醒酒，顺便教教你这里的规矩。说着他又要打我，这时却传来一道女声，助手竟然是刘小姐来了。腾城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打博达？他皱着眉头，似乎不太高兴。刘小姐，你还好意思问？你这头跟我说爱我，那头又跟博达不清不楚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腾城气得别过头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就叫他唱过歌而已。刘小姐淡淡道，那你怎么跟他一打语音就是一夜？腾城不依不饶。刘小姐解释道，那时候你没接受我，我失眠了，就找了个替代品给我唱歌助眠。我此时已经清醒不少，听到这话有些难以置信，我给他整夜的唱歌，和他聊了这么多，合着我只是个替代品。当然按理说我没啥可抱怨的，毕竟刘小姐出手很大方，我给她唱歌赚了不少钱，但是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就是很不舒服。我看向刘小姐，她却避开我的目光，而是搂住腾城手臂，准备拖他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现在马上当着我的面把他删了。腾城语气非常强硬。刘小姐愣了一下，笑着安抚他，好了，腾城你别闹了，我们先回包厢再说好吗？不行，必须马上删了他，要么放弃他，要么放弃我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腾城下了最后通牒，他语气很强硬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同行敢这么跟客户说话的。腾城生动诠释了什么叫恃宠而骄。刘小姐不得不拿出手机把我删了，她对腾城可真是言听计从啊，我心里忍不住一阵委屈。就在这时，丁姐也过来了，她也不太高兴，我去厕所太久，还被欺负了，让她很没面子，所以她替我出头说了几句。腾城的目的已经达成，气也出了，他不想得罪丁姐，就不再纠缠了。我洗了下脸，然后被丁姐搀扶着回包厢，她从包包递给我一张湿巾，那个刘小姐，你最好离她远一点，免得惹一身骚。我点点头，谢谢丁姐，我是你的人，跟她没关系的。丁姐银铃般的笑声在包厢内响起，博达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干脆你别在这干了，你跟着我吧。我瞪大眼睛看着她，丁姐接着说，我给你租个公寓，每个月给你6万零花钱，你只需要陪我一个人咋样？我无奈苦笑，6万1个月，说不心动是假的，但是陪人唱歌喝酒已经是我的底线，再进一步就有点。我端起酒杯，谢谢丁姐刚刚替我解围，我敬你一杯。说完我一饮而尽，也算是婉拒了她。这一晚我回到家，明明头晕的不行，但是就是睡不着，她已经把我删了，她不会再在凌晨给打语音让我唱歌了。一股莫名的悲伤涌上心头，上一次感到伤心还是得知妹妹患白血病那晚，之后我基本就天天忙着挣钱，又天天喝酒，基本都麻木了，很久没有过悲伤的情绪了。可如今我又有了那种情绪。第二天晚上，我从领班那里得知腾城不干了，他上岸了，他有了多金又痴情的刘小姐，这个堪称完美的港湾。腾城很坚决，不但在天上人间辞职了，而且还跟林老板断了关系，看来是一心一意扑到刘小姐身上了。林老板很愤怒，来天上人间大闹一通，把我们老板和领班都骂了个狗血喷头。老板他们气得不行，说是要找人弄了刘小姐。我心里有点担心，将这事告诉了丁姐。丁姐听后轻蔑一笑，放心吧，他们可对付不了柳如烟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我对刘小姐的背景有点好奇，但是我不会追问，她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我也不想再唱富士山下了，唱得太恶心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除了妹妹的病情和赚钱这2件事，我不再关心任何人和事。丁姐又劝了我几次，说让我跟她走，我都婉拒了，但现实往往由不得我。这天医生给我打电话，博达，你妹妹病情突然恶化了，需要尽快移植骨髓，否则就活不过3个月了。我心里如同被遭遇晴天霹雳一般，老天为什么上天不愿意给我多一点时间？骨髓已经准备好了。
好了，我的刚好和妹妹配型成功，但是我们家钱还没凑齐，一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费用动辄40-50万，移植之后如果出现感染、出血、排斥性反应等，也要另外花费。我算了下，至少还差25万才够做手术，甚至为了稳妥起见，最好要凑够30万。我原本想着，我拼了命在天上人间做1年，省吃俭用应该能攒够这个钱，但是现在妹妹病情突然恶化，我时间不够了，就剩这2-3个月的时间，我怎么可能挣到这20-30万？现在我只有在丁姐来那晚能挣几千，有时候如果运气不好，甚至只有几百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双手使劲抓我的头发，嘴里念叨：钱，我很需要钱，我现在马上要挣到钱。就在这时，丁姐给我打电话：博达，今天姐姐我生日，你今晚能不能陪陪我呀？我兴致不高：丁姐生日快乐。姨，博达你是不舒服吗？怎么好像不太开心啊？我缺钱，还缺钱啊？我有啊。听到这话，我眼前一亮，对啊，丁姐她非常有钱，要不要这个钱？其实我还有的选啊。我想起刚来天上人间时，领班跟我说的话：用你的青春去搏你的未来，现在只能用我自己来搏妹妹的未来了。晚上我跟领班请假，去赴丁姐的约，约会地点直接定在顶级豪华酒店，意图很明显。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我和丁姐开始讲价，按丁姐之前说的，每个月给我6万零花钱，我先跟她1年，至于1年后要不要继续，到时候再说。丁姐，我急着用钱，需要您提前预付半年的钱，可以吗？丁姐听了直接呵呵一笑：哎呦我的小博达，你这口气不小吗？张口就要几10万，我家人手术需要钱，而且我停顿了一下，我是童子身。说完这话，我很快就感到脸和耳根都在发烫，真是尊严和节操都掉完了。丁姐目瞪口呆：不会吧我的小博达，你真的？我焦急道：是真的，你试试就知道了，要不是我妹妹的病拖不得，我也不会。丁姐的眼神突然变得炽热起来，饭也不吃了，直接拉着我上到楼上的客房，后面的事懂的都懂。直到第2天，我一醒来就看到趴在我怀里的丁姐，她先醒了，只是静静地端向我：醒了你看看手机。我迷迷糊糊总算清醒过来，拿起手机一看36万到账。丁姐拿起手机操作了一下，我这边收到短信又转来了10万。丁姐你这是喜欢你也心疼你，所以多打赏一点，谢谢谢谢丁姐，以后叫我丁玲就好。好的，真乖。丁玲笑着捏了捏我的脸，随后一个吻落下。小博达宝贝，你今晚去天上人间吧，工作辞了，另外你要把所有客人的联系方式都删了，否则我会惩罚你的哦。她笑盈盈地说道，但是语气里威胁的意味一点也不少。好，我只能答应她，尤其是你不能跟那个柳如烟有联系，知道吗？丁姐严肃地说道，她跟我早就没了联系了，你放心吧，她有藤城了。好了，不说她了。丁姐又露出笑容，我的博达宝贝，昨晚累坏了吧？该起来了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好补补。晚上我去找领班提出辞职，他也没为难我，还有点惋惜。博达你做的刚有起色，正要开始赚钱，怎么就突然想辞职呢？藤城走后，我原本还打算培养你成为新头牌来着，我不想说我和丁姐的事，也不想说我妹妹的事，就跟她说我想回学校读书。领班点头称赞，读书好啊，能读书就尽量别做这种活，只能吃几年青春饭而已。对了，你知道藤城的事儿吗？藤城他不是跟那刘小姐走了吗？我很疑惑。你有所不知，领班开始说藤城的事，原来他上岸不到2个月就被刘小姐一脚踢了，据说他受此打击已经心理抑郁了，得去看心理医生。他好歹也是在我们这个圈子混了几年的人精，心理素质应该很好才对。我很好奇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而且我搞不懂，柳小姐前面花了这么多钱和心思才追到藤城，怎么短短2个月就把他甩了？爱病娇富婆的心思猜不透啊。我则是住进了丁姐给我租的高档公寓，环境好的不行，我住的可舒服了。丁姐一般每周只会来找我2-3次，其他时间我都能自由支配，现在也不用上夜班和喝酒了。我也开始慢慢调整我的作息习惯，马上要给妹妹捐骨髓了，我最好有一副健康的身体，所以我开始早起早睡，还重新养成运动的习惯。这天丁姐带我去参加一个酒会，我穿着高定西服，被丁姐挽着手，缓缓走入宴会厅。在场的都是上流社会的贵宾，而现场的核心人物竟然是天上人间之前的超级贵宾，藤城最早的金主林老板。这场酒会就是他举办的。没多久，酒会正式开始，林老板上台发言，他先是感谢各位来宾的出席，随后声情并茂地回顾了自己这几十年的商场生涯，最后他郑重地说，接下来我给诸位介绍一下秀林集团的接班人柳如烟，我的宝贝女儿。在众人的掌声中，一个穿着蓝色礼服画着精致的妆容的女孩走上台，看到她我直接傻眼了，这不是柳小姐吗？当她开口的时候，我就更确定了，连声音都跟刘小姐一模一样。什么情况？刘小姐就是柳如烟，她是林老板的女儿。丁姐笑嘻嘻地凑到我耳边，怎么样，博达宝贝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我特么，先让我捋一捋。藤城最开始是林老板的小情人，柳小姐是林老板的女儿，之后柳小姐挖墙脚把藤城抢走了，气得林老板大闹天上人间，然后柳小姐又把藤城甩了，而现在母女2人的关系似乎很是亲密啊。难道说我想不明白有钱人的脑子里怎么想的？我体会不到。我终于知道藤城为啥抑郁了，这事儿搁谁身上都顶不住啊。之后我去上了个洗手间，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刘小姐在外边走廊靠着，只不过神情有些落寞。见我出来，她犀利的目光瞬间扫过来，你跟了丁玲那个女人？我点点头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狠狠下贱？我需要钱，而且丁姐是单身，我并没有破坏她的家庭或影响到她的事业。她冷哼一声，这么说你还比藤城那种人好一点？我冷笑着反问，哪种人？我看你之前不是对她喜欢的不行吗？你在她身上砸了多少钱才拿下她？哼，笑话，我会喜欢她这种人？说白了，像你们这种人，为了钱可以毫无底线，恶心死了。听着她那侮辱人的话，我无言以对，也不想跟她废话，直接转身就走。
不曾想他却追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我转回来，你干嘛？他咬着唇，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里流露出各种情绪，悲伤、愤怒、痛苦、无奈。我不知为何看到这双眼睛，我的心情也变得五味杂陈。博达宝贝，正当我们两个愣在原地时，丁姐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林小姐，难道是我这小男友惹到你了？见丁姐来了，刘小姐不得不放开我。博达，给林小姐道个歉吧。丁姐冲我说道。我呆住了，凭什么呀？她无缘无故来招惹我，我为什么要给她道歉？我莫名的很气，甚至不听丁姐的话，拒绝道歉。我就板着个脸，扭头看向别处，一副倔驴的样子，气氛突然尬住了。最后是刘小姐道歉，对不起，你们是客人，是我招待不周了。说完，她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丁姐，咬牙走了。回去之后，丁姐激动的直接扑到我身上，抱着我一顿啃。博达宝贝，你刚刚的表现真是太棒了，我真是太喜欢你了。我抱着她问道，柳小姐怎么会是林老板的女儿啊？太不可思议了。嘿嘿，博达宝贝，你想知道他们家的事儿吗？丁姐神秘一笑，从丁姐口里，我得知了林家母女俩的故事。柳小姐确实是林老板的亲生女儿，林老板前夫姓柳，早些年林老板决心去闯荡，两人理念不合就渐行渐远了。因为他很忙，所以女儿跟父亲在老家。林老板成功后就跟前夫离婚了。这些年林老板没有再嫁，但是也没亏待自己，不缺男人。柳小姐15岁时，林老板突然想起来这女儿，便回去找她。刘小姐父亲也想女儿后半生衣食无忧，于是乎就把刘小姐让给前妻。但是柳小姐和母亲林老板的关系并不好，即使柳小姐在户口本上已经改姓林了，但是这几年来她一直对外说自己姓柳，很明显她对母亲有恨意。林老板也知道自己亏欠了自己的女儿，所以也不敢怎么样，只能把她哄着。因为她离婚后没有再嫁，也没有再生孩子，所以庞大的财产只能找刘小姐继承。1年前林老板看上了滕城，靠着超能力把她拿下，然后几个月前刘小姐突然对滕城进行猛烈的追求，最终凭借年轻的优势抢走了滕城。他妈林老板知道后气得差点晕过去，但是最后林老板还是没跟女儿生气，毕竟以他的财力和地位，想找男人很容易，但是女儿只有这一个，他年纪也上来了，需要尽快开始培养女儿成为合格的接班人。叛逆的女儿通过这样的方式报复了母亲之后，心里就舒畅了，便跟母亲和好，于是林老板才举办这场酒会，正是向外界介绍自己的接班人。听完丁姐讲的故事，我对刘小姐的了解也更多了，我理解了她为什么对父亲这么怀念，也明白了她行事的逻辑。她根本就不喜欢滕城，追求她只是为了报复母亲出口气，难怪她之前会那样说，我会喜欢她这种人。说白了，像你们这种人为了钱可以毫无底线，恶心死了。我在她心里也是这样的形象吧。1个月后，妹妹那边的病情再也不能拖下去，我跟丁姐请假，丁姐很爽快的答应，还说如果钱不够或者有别的事要我帮忙，都可以跟我说。谢谢丁姐，我等你回来。她抱了抱我，她让我感觉到了温暖。虽然我们之间只是交易，并没有爱情，她不怕我拿了钱就不回来了。光是她对我的这种信任，就让我很感动。这年头，人与人之间能互相信任，可不容易啊。我坐车回到老家，立马去医院看我妹妹。妹妹现在很憔悴，瘦得不像样了，她脸色苍白，而且下巴肿胀，现在虚弱的只能躺在病床上。我爸妈白头发也多了很多，这半年来他们好像老了10岁。而我虽然外表没什么，但里子已经污浊不堪了。一场病让我们原本幸福的一家人变成了如今这模样。夜里我给妹妹守夜，刷手机时看到有微信好友申请是刘小姐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林小姐了。她说想听我唱歌，我看了看时间，恰好是凌晨3点，估计她又失眠了。但是我还是拒绝了好友申请，我不可能再给她唱歌了，毕竟丁姐说了不准跟她有联系，我也确实不想给她唱了。我把手机锁屏，放到一旁，看看窗外，但是脑海中却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段旋律，我忍不住清唱起来。谁都只得那双手铐拥抱一男人你拥有，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只可惜我和他回不到那段每天凌晨唱歌到早上的日子了。不知不觉我迷迷糊糊睡过去了，直到听到我妹妹呼唤我的声音，我立刻惊醒。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没事哥哥，我昨晚听到你唱歌了，真好听啊。我吵到你睡觉了没？我天天躺着还怕没得睡吗？哥哥，你这次回来能不能待久一点，陪陪我？好，我会陪着你的。13，经过几天的准备，我最终躺在了手术台上，好在一切顺利，给妹妹骨髓移植成功了，妹妹的命算是保住了。得知手术成功那一瞬间，我长松了口气，我这段时间的付出值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就过了几周，确定妹妹身体恢复得很顺利，我也放心了。我得回去继续履行我和丁姐的约定了。做完抽骨髓的手术，我身体局部是有痛感的，而且感觉身子虚了不少。可是我跟丁姐签了合同，已经拿了她1半的钱，得接着履行合同，而且她这么信任我，不能辜负她的信任。要不是她帮忙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短期内凑够给妹妹做手术的钱。我走的时候，新人哭着跟我告别，叮嘱我回去好好读书，不用再去拼命赚钱了。之后你妹妹如果还需要花钱，我们来想办法，我会回去读书的，你们也不要想太多。我是当哥的，妹妹病了，我理应出力救她。回到丁姐那里后，我身体状况依旧不太好，因为免疫力下降后，我得了重感冒，直接病了半个多月。丁姐忍不住吐槽我每个月6万块钱养着你，结果你请假了1个月，又病了大半个月，我好亏啊。我尴尬一笑，这样吧，之后那半年的工资，我给你打个82折吧。去你的，姐像是缺那点钱的人吗？博达宝贝，你给我好好养病，早点康复，我才好跟你玩啊。她捏着我的脸说道。丁姐隔天就给我煲1次汤，让我吃各种补品，我的身体也渐渐恢复过来了。之后丁姐的生意突然忙了起来，我跟她少了很多在公寓了温存的时间，倒是得经常跟她出去应酬。在饭局上，我没少给她挡酒，不知为啥，她很喜欢看我被人家轮番灌酒，我喝得越难受，她就看得越享受，我也没办法拒绝，毕竟1个月拿她6万块钱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陪她出去应酬也会遇到刘小姐，她似乎已经
接了林老板的班，现在都开始穿西服西裤和高跟了，整个人非常沉稳干练，跟个女总裁一样，不再像之前那少女模样。这一晚有柳小姐在场，丁姐显得特别兴奋，不但让我挡酒，还不停的让我给各位客人敬酒。当然了，少不得要给刘小姐这个秀林集团接班人敬酒。刘小姐老板，我干了您随意。我笑着跟她招呼，随后一口干掉杯中的酒。她说博达，你少喝点吧。说完，她又对丁姐质问，丁玲你怎么让她喝那么多酒？丁姐轻蔑一笑，我乐意，她是我的人，我让她喝她就得喝。我察觉到两人的针锋相对，我药味很足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接着喝，直到喝断片了。我早上醒来时，丁玲坐在床头上抽着细长的女士香烟，哼。虽然柳如烟这菜鸟抢了我的业务，但是她心爱的男生被我拿下了。谁是她心爱的男生？我伸了个懒腰，问到她面带微笑看着我，她心爱的男生还能有谁呢？刘小姐开始接掌她母亲的业务之后，丁姐和她在生意上的竞争越发激烈，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。丁姐压力大的时候，喜欢用各种花样来折腾我，她每次玩完还喜欢拍照发给刘小姐，算是一种干扰刘小姐的盘外招吧。她怎么折腾我都没意见，毕竟她一个月给我那么多钱，算得上是我妹妹的救命恩人。可是她竟然怀孕了。博达宝贝，你想不想我生下来？她问我，愣了一会儿，但很快就想通了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，也不可能长久，怎么可能生孩子下来受苦？丁姐，我们的合同里不包含生孩子的条款。她笑着挑逗我可以加钱来增加这一条啊。丁姐别开玩笑了，难不成你是为了对付刘小姐才想生的？我严肃地问她。丁姐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博达宝贝啊，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龌龊啊。由于我不同意，她只好在我的陪同下到医院做了手术，不过她似乎不太开心。没多久，刘小姐再次申请加我好友，验证消息是离开丁玲，别再作践自己了，需要钱可以找我。我没通过，继续履行合同，陪着丁姐直到合同到期，我才跟丁姐结束关系。她也要离开这里了，因为她生意没竞争过刘小姐，混不下去，只能去外地发展了。分别前她问我，柳如烟来找你的话，你会回到她身边吗？我苦笑道，我从来就没在过她身边，而且她也不会来找我，我要回学校继续我的学业。博达宝贝，你真纯净，姐姐我真是太舍不得你了，以后我想你了会回来找你的。她再次捏了捏我的脸，丁姐再见了，祝你去到那边之后一切顺利。她白了我一眼，便过了安检口。几天后我回学校，发现我因为休学超过了1年，也没有补办手续，已经被退学了。校园我再也回不去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再次回到天上人间上班，只能通过这种方式，用我的青春去搏我的未来，趁着还年轻，拼命挣钱，让后半生不至于太过穷苦。1年后，刘小姐突然光临，点了我作陪。此时的我已经很有职业素养了，不再害羞拘谨，能不夹带个人情绪去做出职业微笑、职业服务。刘小姐也更成熟了，整个一副女强人的模样，确实有小林老板该有的样子。她大大方方的跟我喝酒，气氛很轻松，喝得差不多了，她突然说：“博达，唱首歌吧。”我自然知道她想听什么，直接去点播了《富士山下》。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我开始唱道。刘小姐坐在沙发上翘着腿，面无表情的听着。那个曾躺在我大腿上哭着睡着的小女生，终归是离开了。一曲唱罢，她也没像之前那样让我接着循环唱。博达，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勉强挤出笑容，恭喜！新郎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人吧？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看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把我微信加回来吧，我给你转小费。”我拒绝了，不用了，小费到前台走酒水单子就好了。他眼神瞬间暗淡下去，你不想我再和你有联系吗？你难道想成为你妈妈那样的人吗？我反问他，他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但很快他就调整好情绪，跟我道别后便潇洒离开。他走后，我自己又点了《富士山下》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唱着。从此刘小姐再也没来过天上人间，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，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，唱了一首又一首歌，但是我再也没唱过这首歌。